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主持人岳音。北京93大阅兵，坦克轰鸣，战机呼啸，但城楼上的主角却不是习近平，而是83岁的温家宝。他与91岁的李瑞环再度同框，这已经是1年内的第2次。上一次是在2024年的9月30号，中共建政75周年招待会，两个人就被安排在习近平的左右，座次异常，震动舆论。如今他们再度现身，镜头定格的那一刻，外界纷纷猜测，这还只是元老撑场吗？还是代表中共的权力棋局正在悄悄地转向呢？过去的1年，中共政坛风云诡谲，表面上习近平权力稳如泰山，可仔细的看，你会发现暗潮汹涌，处处都是裂缝，不知道下一刻会炸出什么大事来。2025年春天，习近平突然神隐了整整15天，这一段时间，外界的传言四起，有人说他因为健康状况恶化，不得不暂时退居幕后。也有人爆料他在军中遭到强烈的掣肘，被迫让权。更有媒体引述匿名官场人士的话说，称这段空窗期正好让一些元老展开秘密的活动，其中就包括温家宝。北戴河密会更让这些传言持续发酵。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会上出现了多年未公开露面的重量级人物，会议的讨论焦点甚至直指接班的问题。据传，温家宝和李瑞环、汪洋等人被认为在会中扮演了调和者的角色，试图撮合不同的派系，形成临时的共识，迫使习近平考虑部分交权。虽然这些消息无法获得官方的证实，但与93阅兵的同框画面叠加在一起，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暗藏玄机。还有更具爆点的说法，有评论指，今年4中全会的筹备小组表面上由现任的高层负责，但幕后真正的协调人正是温家宝，他被形容为幕后监军，借助党内常年建立的元老网络，对议程与人事安排施加影响。这种说法在海外舆论中流传甚广，虽然难以被官方媒体证实，但却加深了外界对元老干政的想象。还有传言指出，温家宝近年来虽然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他依然保持着与一些退休高层和现任官员的私下往来，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不少技术官僚仍视他为长者。据说，当前党内对习近平国进民退的政策批评声不断，一些不满的声音私下就都聚焦到了温家宝的身上，认为他或许能成为稳定派的精神象征。这么一看，他在阅兵现场的现身就不只是露面这么简单，那份微笑似乎在对外宣告我仍在场，那一丝凝重又像是在暗示，是继续稳住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还是干脆转舵交给下一代呢？要理解这一切，我们还得回头看看温家宝的仕途，他是怎么走到中南海，甚至被称为镇宅之宝的呢？温家宝的故事跟大多数中共高层有点不一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本来就是个地质系统出身的技术官僚。1980年代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推动干部年轻化，40出头的温家宝直接就当上了地矿部的副部长。真正把温家宝推进核心圈子的是中办主任这个位子。1985年，他进入中办当副主任，1年之后就升任为主任。要知道，中办主任是全党的大管家，管中央警卫局，掌握领导人安全，地位是举足轻重。按照规矩，总书记一换，中办主任也要换，但温家宝硬是横跨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3朝，稳坐中办主任的宝座，可谓是中南海的镇宅之宝。这在党史上几乎没有先例。1990年代后，他慢慢转向实务，做过副总理，到2003年直接坐上总理与常委的位子。不同于其他领导人多走地方大员路线，
温家宝被外界认为是邓小平钦点的结果。这一路走来，他熟悉中南海运作，跟各派都有交集，但却不刻意拉山头。外界总结他有4个特质：隐忍、耐性、行动力、原则性。这4点也成了他政治生命的关键。1989年的6·4是温家宝仕途的转折点。当时他是中办主任。5月19号，他跟着赵紫阳去了天安门广场，站在赵的身后，画面被媒体捕捉下来。很多人觉得他似乎流露出了人性的一面，但是内情没有那么简单。其实他事先已经把赵紫阳的动作汇报给了邓小平，并领了邓的指示，跟着去听听他说什么。后来赵紫阳想召开政治局会议，温家宝却以中办已无法运作为由拒绝通知，等于抵制了赵的指令。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赵紫阳被罢黜，幕僚流亡判刑，而温家宝安然无恙，继续留任。这就是他的隐忍。快进到2012年，王立军事件让中共高层陷入了震荡。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突然闯进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递交材料，把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家族的黑幕捅了出来。当时的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并没有立刻出手，而是选择观察与等待。他很清楚，这场风暴牵动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中共18大前的权力交接。直到3月14号，中共全国人大闭幕记者会，温家宝才在公开场合语气严厉地点名重庆事件，要求中央必须彻底反思，防止文革悲剧重演。这一番表态被视为中共高层斗争正式公开化的信号。随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温家宝多次力主彻查，甚至在讨论时拍着桌子强调，不处理薄，将来党和国家都要付出代价。据当时流出的消息称，他与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的争执一度剑拔弩张，但是最终中南海还是选择站在温的立场。2012年3月15号，薄熙来被宣布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由张德江临时接任。温家宝还在公开场合引用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不仅是表态，更像是一次历史留痕。这一刻，他不再只是媒体眼中的温爷爷，而是一个能够下狠手、敢于扳倒政治强敌的强硬派。有人甚至评论说，如果没有温家宝的最后一推，薄熙来或许能撑到18大，改写中共的历史。温家宝也多次谈到政治改革，提醒要防止文革回潮。他的名言“公平正义比阳光更灿烂”，直到今天还被很多人引用。2010年，他在深圳甚至放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这句话当时震动了舆论。卸任后，他也没有完全沉默。2021年，他发表悼母文章，再次提到公平正义，被解读为对习近平不满的暗示。他从来没有正面挑战过权力核心，他的姿态让他在党内跨派系依旧有号召力。如果把温家宝放进中国历史的长河来看，他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调和者、修补者，而不是夺权者。有评论者常把他比作清末的曾国藩，外表谨慎克制，性格隐忍，在乱局中承担稳定器的角色。他一方面维护体制的存续，另一方面也推动有限的改良。他呼吁改革，却不会直接挑战皇权。这种既保守又改革的双重姿态，和温家宝在中共政坛的处境颇为相似。另一个常被提起的对照人物是明朝的张居正。张居正曾推出一条鞭法等制度改革，试图修补国家体制，但是最终仍因权力格局受限，无法彻底改变大局。温家宝提出公平正义比阳光更灿烂，推动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呼声，因为在权力核心之外，最终也只能成为历史中的一种提醒。
这种对比让温家宝的政治形象更加耐人寻味。他既不是强硬的夺权派，也不是纯粹的花瓶，而是像历史上的那些中兴名臣一样，既留下了改革者的印记，又带着有限度与妥协的烙印。那么回到现在，为什么外界会解读温家宝的现身可能意味着幕后掌权呢？因为习近平的政权正处在危机四伏的时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方面，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压得喘不过气，外企撤走，出口下滑，中产和企业家信心崩溃。2024年100万富翁大规模外流就是明证。其次，在外交方面，中美的贸易战再度升级，科技封锁让中国处处受限。93阅兵上，普京和金正恩站台，看起来更像专制政权抱团取暖，而不是国际支持。再看党内，习近平废掉任期制，打破集体领导，导致内部分裂，军方异动频传。今年春天，习的15天神隐更让人怀疑内斗激烈。而在社会层面，不满的情绪也已经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在阅兵之前，重庆大学城突然出现反共标语，据传国务院大楼里甚至有人当场高喊习近平下台。而在北京街头，更有大字报直接写明总书记下台。这样的场景在过去简直难以想象。这一连串事件交织在一起，映照出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共这艘看似庞大的巨轮，内部早已千疮百孔。当前的局势正如同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随时可能被巨浪掀翻。说到温家宝的复出，早在去年中共建政75周年的11招待会上，就已经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9月30号晚，招待会在北京举行。当晚，除了前党魁胡锦涛、前总理朱镕基、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以及元老宋平、罗干缺席之外，其他15名前政治局常委几乎悉数到场。官方的画面中，卸任常委和现任常委围坐在一张大桌子上，格局一目了然。习近平左侧坐着82岁的温家宝，右侧是90岁的李瑞环。其他退休常委和现任常委穿插而坐，包括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王阳、李岚清、曾庆红等人。仔细看画面，温家宝的神情和20大时完全不同，不再是那副严肃或忧心忡忡的样子，而是有说有笑，显得自在从容。这背后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只是给习近平撑场，那还算合理，但更可能的解读是近年习近平多次决策受质疑，党内不满情绪高涨，他不得不对温家宝、李瑞环等元老做出某种让步，包括被迫交出部分的权利。换句话说，温家宝和李瑞环的出场不只是维持表面的体面，更像是在参与主持大局。他们打破了常规，坐在习近平的身边。这个细节或许在告诉我们一个信号：在中共这盘棋里，真正掌握话语权的未必只是台上的党魁。这时候再看阅兵观礼台上的温家宝，在所有的政治老人里，他是少数既有资历又有身体状况能支撑的人。他懂权术，懂妥协，也谈改革。对改革派他是希望，对保守派他是稳定。那么温家宝会不会真的成为幕后的掌权者？他的微笑究竟是单纯的从容，还是隐藏着更大的谋局呢？或许真正的答案要等到即将召开的4中全会才会揭晓。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